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红豆呢是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豆类，经常食用呢对我们身体有着说不完的好处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那就点赞分享出去吧，非常的感谢。今天呢用红豆来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不打豆浆也不煮粥了，既简单又有营养。让我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根据自己家里面人口的数量，准备适量的红豆，我准备了200克左右。然后在里面加入1大碗清水，下手给它淘洗干净。红豆的表皮呢是比较脏的，有着许多的灰尘和泥土，我们一定要在清水中多给它淘洗几遍，让它表皮的脏东西都给它淘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放心。然后把清洗红豆的水倒入碗中来，这个水呢不要扔掉，我们可以用来浇花。再次倒入1大碗的清水，再次给它淘洗干净，我们一定要淘洗2到3遍左右。倒入1大碗清水，水位刚好没过红豆就可以了。先给它浸泡2到3个小时左右。下面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，在里面加入黑米和黑豆，总共是100克。在大碗中加入清水，同样给它清洗一下。黑米和黑豆呢都属于黑色系列，所以它们的营养价值呢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清洗黑米和黑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手使劲的去揉搓它，这样里面的营养成分就会被流失掉。清洗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，1到2次就可以啦。这个黑米和黑豆的营养价值呢还是非常高的，可以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。因为黑米的外皮呢含有一种青花素，有着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。其次它的价值还体现在食疗方面，黑米中含有丰富的粗纤维，可以保护我们的肠道功能，促进消化，还有着积极消食的作用。多抓起一会儿，清洗干净，把浑水倒掉。然后再次倒入清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。我们这个红豆呢已经泡了3个小时左右了，可以明显的看到变大了很多，像这样就说明它已经吸足了水分。然后下手给它捞出来，放在蒸屉上，用手给它铺平铺均匀就可以了。黑米和黑豆现在呢已经完全泡好了，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看到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，非常黑了，泡发至鼓起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捞出来同样放在蒸屉上面，给它平铺均匀，这样更方便熟透。盖上锅盖，上气以后蒸30分钟。我用的是速蒸锅，如果用普通蒸锅的话，需要再多加20分钟，蒸50分钟就可以了。大碗中准备1把大枣，倒入20-30毫升的清水，先把红枣给它打湿，在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下手给它抓拌一下。因为红枣呢是属于干果一类的，所以它的表面上有着许多的褶皱和缝隙，它的缝隙里面呢会残留灰尘和脏东西，我们直接用传统的清洗方法是无法达到完全清洁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里面加入面粉。面粉呢有着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红枣上面的灰尘和脏东西，抓一会儿就可以感觉到红枣已经变得很粘稠了，像这样黏糊糊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在里面加入1大碗清水，再次给它淘洗一下。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抓洗一会儿，像这样呢就可以把里面的灰尘和脏东西全部都给它吸附出来。过滤掉面粉水以后，这个红枣我们给它洗到2到3遍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，把红枣放在案板上，再用刀把它的果肉切下来，把枣壳给它去掉。红枣它的口感呢香甜，营养丰富，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多吃一点。切完以后再用刀给它剁碎，千万不要剁得太碎了，一定要保留一点颗粒感，这样吃上去口感会更好。切好以后收起来放入盘中。
我们现在这个红豆呢已经蒸好了，想办法给它打开盖子。好，在这个里面最难熟的就是黑豆了，像这样轻轻一碾，黑豆就可以碾开。像这个状态呢，就是熟的厚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，放在小碗里。来，我们在打开锅盖的时候，就可以闻到这股香味呢，是非常浓郁的，真的是特别的香。一盘非常好吃又美味的红豆黑米丸子就做好啦，吃起来口感呢是非常软糯的，香甜而不油腻。因为它是蒸的，吃多了也不会上火，老人和小孩呢都可以多吃一点。里面有红豆、黑豆、黑米、红枣，把这4种食材结合在一块儿呢，可以益气补血。美容养颜，一定要多做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。吃的时候放在锅中蒸一蒸，或者是煎一下，都是可以的。创作不易，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，都将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能看到一些家常美食视频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